大家好，我是李景秀。这2天呢，就有朋友问我说：“景秀姐，我在网上去看到很多的商家说，他们的蜂蜜1年割1次，就说这些蜜到底靠不靠谱呀？说他们这些1年割1次的蜂蜜，真的有那么珍贵呢，还是说他们在割韭菜？”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想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，1年割1次的蜂蜜到底靠不靠谱？我现在呢在蜂场，这个是我刚刚取出来的一张巢皮。咱们说这个事情之前呢，要先了解一下蜂蜜是咋酿造的。我们这张巢皮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小蜜蜂平时去采蜜酿蜜的地方。小蜜蜂采的花蜜呢，会放到这个蜂房里边，再放到蜂房以后呢，它要经过反复的这种酿造，注入活性酶，扇动翅膀，把水分挥发出来。大概经过7天左右的时间，就酿造成成熟蜜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它们就会全部封盖，把它封起来。那大家听我说完之后呢，就更加好奇了，就说人家那个不是1年取1次吗？你们这个1周左右封盖就打蜜，是不是人家那个好呢？其实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哦，它封盖之后，等到再次打开，就是等到小蜜蜂呢没东西吃了，再给它打开把这个吃了。在这个期间，一封盖以后，它里边的形态、营养价值不会发生任何变化。它酿蜜的过程中呢，就会注入活性酶，然后水分达到成熟蜜的水平，就全部封上了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会再改变了。所以说呢，蜂蜜啊，它没有陈酿一说，并不是说你时间越长它就越好。那为啥网上还会出现1年取1次这个说法呢？其实呢，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，都说这个水蜜不好，浓缩蜜不好。水蜜的话呢，它是经过1到2天就可以打蜜。打蜜之后，因为水分比较高，所以它就变成了浓缩蜜。浓缩以后，它的口感、营养价值都会下降。所以说，大家知道这个不好之后，商家就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开始不断的鼓吹自己。现在呢，就变成了说1年取1次。其实1年取1次这个说法呢，它是商家的一个噱头，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。其实大家知道，我们真正的养蜂人的话，我们每1年要搬家4、5次。如果说我们1年只取1次蜜的话，养蜂是我们的一个职业，我们要养家糊口的。那我养这个蜂干嘛呢？我根本就养活不了我的孩子，所以这个根本是不现实的。当然呢，有2种情况，他们确实每年打的蜜比较少。这个呢，主要跟他们的养殖方式有关系。大家看，我们现在这个蜂场呢，其实它属于现代化养殖。那第1种情况就是古法养殖。这个呢，咋说呢？古法养殖就是它把这个空的这个蜂箱或者是木桶直接放到山上，放到山上以后呢，人就不管了，就靠这个小蜜蜂自己去筑巢去采蜜。那大家想一下哦，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后呢，周边的蜜源植物是一定的，就是花儿不会一直开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们采蜜的这个整个的周期就会比较长。另外一种的话呢，尤其是这种木桶养殖法哦，人为干预性很难，基本上就是你放到山上就不管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没有人为的干预，会出现几种情况呢？第1种就是分蜂，蜂王带着这个小蜜蜂一起飞走了，但是人也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整个蜂群的数量减少之后，它们整个的效率就变低了，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酿蜜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咱知道这个蜂箱里边其实有3种蜜蜂，其中有一种就是雄蜂，我们呢要给它割雄蜂，减少雄蜂的数量。如果人为不参与的话，雄蜂数量非常多，雄蜂光吃饭不干活，那样子的话呢，它们光吃把采的蜜都吃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延长这个整个去采蜜的时间。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，古法养殖它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把巢皮取出来，摇蜜机去甩，它直接把那个巢皮就给它割掉，把那个巢给它割掉了，就等于是杀鸡取卵。那小蜜蜂就需要重新去筑巢去采蜜，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的。当然，这种古法养殖法呢，它也不至于说就是1年取1次，1年取个2、3次、3、4次也没啥问题。1年取1次，它到冬天的时候呢，会导致巢皮里边的蜂蜜都被小蜜蜂吃完了，就成空的了。所以这个真的是
不现实的。另一种情况是啥呢？就是散户养殖。这个咋说呢？这个就是可能有人喜欢养蜂，然后家里放了30-40箱，那他这个蜂箱放到家里之后呢，也不动地方。就是花儿呢，可能每一年像我们陕北就只有这个季节槐花开了，那他就在这个季节去打槐花蜜。其实他打下来的也就是槐花蜜。你像南方的话呢，等到油菜花开的时候，他打的其实就是油菜蜜。其他时间他不动地方，当地又没有花期，那他是打不着蜜的，甚至还要喂蜂。所以这个蜂蜜的品质呢，其实还没有我们现在打出来的新鲜，没有我们这个好。这两种情况呢，他们一年割1次或者2次，只能够是说他们的养殖方式不行，并不能够说他们的蜂蜜品质有多高。其实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说啥呢？蜂蜜它没有陈酿一说，封盖以后它就不变了。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人说1年取1次，这种的话大部分都是噱头，很多人都是搞这个噱头在卖加工蜜、卖浓缩蜜，所以大家在买蜜的时候要长点心。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喝到好的蜂蜜。当然，如果大家喜欢喝蜂蜜，也欢迎品尝一下我们陕北打出来的槐花蜜。非常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锦绣的信任和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锦绣。